恒哥，他确实是连家的人。庄稼人地里事多，捕快大哥没在村里见过他也是正常。虽说不可掉以轻心，但倘若随随便便就抓个人送回县衙交差，不但会叫县令大人责怪，还会分身乏术，没工夫搜找真正的歹人。几位大哥，不用在一个泥腿的身上浪费时间。刘捕头，连恒哥都这么说了，你看呐。黄永恒，你为何帮我？我不是在帮你，我只是不想给麦人家添麻烦。还是那句话，办完了事，便赶紧走人。走。从哪回来啊？刚弟弟回来。哦，让人家。小姑，咱犯不着跟慢丫头置气。我是气他吗？我是气爹爹，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，他不给我骂我，竟还要打我。那还不是因为连妹那丫头挑拨离间，指不定她在地里怎么编排小姑你呢？要不然为何你就这么一句话，爷就怒成那样了？对，哎呀，不过都是一家人，那麦丫头再有不是，小姑你也别太放在心上了。花儿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跟曼儿之间的事儿，我多嘴不好。花儿，连曼儿这么坏的一丫头，你还顾及她做什么？快帮你小姑想想法子啊！行吧，那我想好了法子，我再跟小姑你说。还是花儿对我最好了。爹，这一大早的把我们叫过来要干嘛呀？那一会儿不上地里去了？啊，下地之前把你们叫过来，是有要事和全家人商议。我本想着呢，是过几日再说，可守人他们这一家子收完秋就回镇上去了。思来想去，我觉着还是得趁着人齐的时候把这事儿说了。这事儿啊，我和守人呢合计过了。三儿呢，我知道是个孝顺孩子，我估摸着他也不会反对。这不，花儿啊，马上就要出嫁了。嫁人之后呢，守人膝下是无儿无女在身边尽孝。三媳妇儿这胎若是男娃，便过继给守人吧，啊。爹，三儿啊，你还年轻，你还能再生吗？以后这娃
跟着守人他们读书识字、建功立业，总比在家当泥腿子强。100年之后，这守人也有个扶棺送葬的人，不是？啊。那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爷爷，既然是全家人来商议，我有2句话想说。你说，小八不管是男是女，都不能过继给大伯，因为我们要分家。分家？爷没听错，我们要分家。没一个好儿子，也没一个好儿媳妇儿，你只可分家是吧？把我这般骨头拉到山上埋了吗？我，哎呦，娘，爹生气了，快。三儿啊，爹知道你嘴上不说，实还在为上次骂儿那个事儿，你心里都不舒坦。可是这人呐，谁都难免有一步走错的时候，不是？妈儿啊，你还小，许多事儿你也不懂。这一屋子人呐，除了亲父子、亲母子，就是亲兄弟。他打断了骨头，那筋还连着呢。无论谁做错了什么，咱都得有个包容，不是？一个家呀，这要想好，就得同心齐力。一旦分出去了，那这家就散了呀。爷爷是如何把如此迂腐的道理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就因为我爹娘好说话，你们就顺理成章的觉得他们可以受委屈。娘，别说了。娘，爷爷刚才说那么多家族情谊、做人的道理，可当初大伯为了一块破玉佩就要卖我去送死的时候，他们哪有半分情谊？现如今又惦记您肚子里的孩子，若是再不分家，就让他们给吃干抹净了。这两天嘴可真厉害。三儿啊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你当真想跟爹娘分开？爹，我知道了。老三一家动了分家的念头，你们做大哥大嫂的应该好好反省。你是要做官的人，飞黄腾达之后，必不会忘记老三他们，时时都要扶持他们，让他们跟你一块享福。你记住了？爹，儿子知错了，之前是猪油蒙了心呐，以后一定善待三弟、三弟妹。行，还是那句话，亲兄弟呀，没有隔夜的仇，以后你们还要像从前一样，互敬互让，记住了吗？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三儿啊，你大哥他们知道错了，
听的。不行！你爹你娘说话了吗？我说不行，你是不是？闭嘴！哎呀，不要！哎呀，你好了，快去请大夫！你先，你快快！气血不足，胎香略有不稳，不过并无大碍，安心静养便可啊。行。小七，还好没事，吓死我了。哎，你看，娘给小八缝的鞋子都做好了。别看鞋了，先好好休息。哎，我成日里去寺庙里面烧香拜佛，每日光是吃药吃到我心肝儿都是苦的啊！已经偷偷的跟老爷子商议，要将那老三家的孩子过继过来。这么多年了，也没有什么动静吧？啊？老爷子不也是着急吗？我看是你急了。我告诉你，父为其纲，你再这样闹，你便如何？你便要如何？连梢人，当时我娘家家境殷实，我爹劝我下嫁给你这般泥腿子人家，无非是觉得你连梢人读书勤勉，日后会待我好的。可不想我自从跟了你，我是宫顶着一个秀三娘子的名头，好日子我一日也未曾过上过。若不是我的2个儿子早早夭折，我又何至今日受此屈辱？哎，好了，我这心里边也不好受嘛。老2、老3家都有儿子，独独我没有。你让乡里乡亲的怎么说我啊？你让我镇上那些友人怎么议论？怪呀，就怪你自己，怪你这个肚子它不争气嘛。曼儿，今儿你太冲动了，这分家的事儿，以后不要再提了啊！这一家人，谁还没个磕磕碰碰的？啊？磕磕碰碰。大伯卖我去殉葬是磕磕碰碰，要我娘亲肚子里10月怀胎的孩子是磕磕碰碰。小八凭什么过继给他们啊？凭什么给他们养老送终啊？一群吸血鬼！对，一群吸血鬼。姐，什么是吸血鬼？就是专门吸人血的恶鬼。哦。但是你爷今天那句话没错，我只是个破了脚的泥腿子，你大伯他是个体面的读书人，或许小八跟了你大伯，能奔个更好的前程。这大伯大伯娘什么德行您不清楚吗？小八跟了他们会被养成什么样的坏胚子啊？等我分了家之后，赚了钱同样能送小七小八去上学，这日子过得谁高谁低还不一定呢。可今儿你爷那意思，只要他还活着，这个家分不得。您别老是一口爷的意思，爷的意思，您自己怎么想？娘，你说。你爹他只想着眼下要有个儿子，却
这根本不细想将来。你三婶那个人，他便是装的再可怜，娘也能一眼看出来，他就是打好了算盘，要让我们家替他养儿子。待到将来孩子长大了，他再将实情一说，那孩子能不跟他亲吗？且不说你三婶，还有那个莲妹儿，那个小七，那个又是省油的灯。将来，咱们这个家，可就是他们三房做主了呀。花儿啊，到那一天，你已早早出了家，不在娘的身边，娘这孤苦里的一个人，可要怎么活呀，花儿啊！还在为过继的事闷闷不乐。我才没那闲工夫呢。与其闷闷不乐，不如听听这风声虫鸣。刚才我干活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，既然我娘亲的孩子并未出世，事情就有回转的余地，不能做的不做就放下。哎，还有，咱俩一起赚钱这事儿可不能耽误。得好好挣他一银子。哎呀，那敢问阁下想好如何使劲了吗？等收完这花生，我们就去捡刨剩的花生，做成蒜香花生去卖，可比那摘火机挣钱多了。这大伯大伯娘什么德行您不清楚吗？小八跟了他们会被养成什么样的坏胚子啊？哟，三娘子啊，哎，城主奶奶，你这是上地里去啊？啊，地里稻子快收完了，我瞧一眼去。啊，你慢点啊。哎，好。你们快回去看看！娘，二大娘，娘，二大娘，娘亲，你醒醒！二大娘，娘，你醒醒！娘，我娘怎么了？三娘子等不胎气，方才等不及稳婆来了，我就先行催产，生出一个男孩，可惜这刚一出来，便没了气息。没了
信息？什么叫没了信息啊？你把它扔哪儿了啊？你让我看看，你让我看看什么叫没了信息！妈，先冷静一下，先冷静一下。李安总，姨母这还没脱离危险呢，能不能想想办法呢？哎呦，我在这待着没有用，三娘非出血不迟。我劝你们还是早做打算，照他这个样子，撑不过4个时辰了啊！才说还过地就出了大事儿。娘，我媳妇儿这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谁知道他中了什么邪？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要出去逛逛逛逛，摔跤让村中的奶奶给背回来的。郎中都说了，这不活呀？什么叫不活？村里的大夫不行就去镇上找，镇上的大夫不行就去县上找，我娘一定就能活。我去找大夫。郎中说了，出了大血就不活。大夫，我来写。你们留下陪姨母。曼儿，相信我，姨母一定会没事的。你答应我一声，娘，你一个医生啊，娘。二婶娘，二婶娘。水上了吗？再取些布。好。里头正在救人呢。方才横哥进屋时，是不是手里拿着人参？你管大夫用的什么药呢？等着便是了。老三，老爷子此刻在堂屋等消息呢。全村人都知道是姨母出了事。你若此时冲进去不让用药，老爷子回头又该动怒了。你说的对。老三，咱家可吃不起人参。况且这王家小子是哪门的赤脚大夫，不靠谱。老三嘞，听娘的话，咱用便宜的药也能救活。老三儿，当年娘生你的时候，那真是天寒地冻，多难呐，家有多疼哎，差点把那老搭进去了啊。娘亲，娘，醒了，娘亲，二三娘，二三娘，娘，老大，娘，老大，娘。二三娘，二三娘，二三娘，说，娘，别睡啊，别睡啊，娘，还有一口气吊着。有其他办法吗？有，再几个穴位同时下针。不过张婶出血过多，一针下去，你娘或许就……叔，你扎吧。好。
老天爷呀，我也想救他呀，可是咱们家这么穷，这么贵的药一用，全家就要吃糠咽菜了。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我一个小花姑娘偷着来的，救嫁过来的。再打出面，让村人都看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！别跟我说，来，可了！里头真是性命攸关呐！若是姨母受了惊，因此丧命，你可是会后悔的。我姐，娘醒了。快气死我了！我来这儿嫁的时候，我也是个小姑娘。别抖了，爹，三儿，怎么样？爹，你儿媳妇救回来了。哦，救回来就好，救回来就好。哎呀，这小的呀，跟咱连家没缘分，好好安葬便是了。行了，都回屋歇着吧。兰儿，你明天啊，去把地头那稻子收着运回来。三儿啊，哎，你别下地了，在家伺候媳妇儿吧。都回去歇着吧。爹，我想和你商量点事儿。你说。孩儿他娘这回丢了半条命，那这恒哥呀特意嘱咐他得好好休养。您看，能不能给儿媳妇儿补点这个大米、白面，还有鸡蛋？你找你爹干嘛啊？给老三媳妇儿补点白面鸡蛋。家里的钱要是不凑手，你就挑你和秀儿的一些首饰去当一当。气死我了！你怎么还在啊？还以为你送完烟雾魂歌之后就回去了呢。你一夜没睡？睡不着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小秀还小，离不开人。我爹呢，成日里又叫奶奶牵着鼻子走，真是一件事情比一件事情糟心。那还有功夫在这唉声叹气呢？继位了吗？碗刷了吗？答应帮我挣200两银子救我同乡，钱挣到了吗？什么时候还跟我说这些？叶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三婶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叶儿姐，
你是有话要说吗？没有，没话。你娘平时是这么马虎的人吗？当然不是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方才娘睡着之前，我已经问过她，她说，确实是她自己不小心摔倒的。事出反常，必有蹊跷。你这是去地里呀？啊，你慢点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三娘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怎么摔下去的？你磕着什么了？佑恒兄挺聪明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救治张婶时，无意间发现她肚子上有一些划伤的痕迹，像是磕到了坚硬之物后留下的。但我听马尔的爹说，张婶却是在田边摔倒的。农户开垦田地时，绝不会留下如此显眼的石块。或许有人刻意而为之。我昨夜虽心生疑窦，却不敢轻易推断。眼下看到这根绳子，便能猜出7、8分了。这绳子应是下手之人用来绊倒张婶之后，丢弃在这儿的。佑恒兄，你不去官府断案可惜了。那你呢？你并未见到张婶的伤，为何寻来？虽未见伤，但观人心，亦能看出祥源。前些日子，连老爷子想将姨母的孩子过继给大儿，这刚一提出，姨母便摔掉了孩子。世上哪有这般的巧合呢？只是连家人表面看上去情深意重，其实各有各的心思。我这趟来就是想弄清楚，到底是谁干的。你已经知道是谁下的手了。光有这绳子还不够，有一个人能明确我心中的想法。叶儿姐，啊，妈儿，坐呀，来坐。哎呀，这成日里都吃粟米窝窝头，我肚子里没有半点油水。你也想吃点好的吧？来，这个还是我刚才炒的鸡蛋。这鸡蛋不是爷给你娘补身子的吗？怎么能给我吃啊？这是我娘给你的，不是我给你的。她说你是全家干活最多最累的人，盯着我一定要给你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奶奶他们来厨房做饭，发现啦，可就吃不了啦。
没想到我娘还挺牵挂你。看来你们只是面上疏离，私底下其实可亲近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，我娘刚生我的时候发现我是个女娃，她并不喜欢我，我爹也不喜欢我，所以就把我送去三婶那儿了。我小的时候是三婶带大的，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。三婶挺喜欢孩子了，可是她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了。三婶一定很伤心吧？是啊，成日里就在床上愣神，一愣就是一整日，嘴里反复念叨着小八。唉，我娘这身上的痛是好得快，心里的伤不知道多久才能好。更何况，甩掉孩子并不是个意外。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燕儿姐，这事你知道？妈，我真不知道。你才说我娘对你最好了，她以为是自己摔掉了孩子，每日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你为什么不肯说出实情？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娘亲好过一点？不是我不愿意说，是我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有人胁迫你，别逼我了。不能说，是因为这根绳子是你的。曼儿，这根绳子是在你娘半摔的田地附近找到的，你娘就是被这根绳子绊摔的。这个不是你经常使用的柴绳吗？家里只有你一个人上山砍柴。妈，绳子是我的，但真不是我。没说是你干的。这下手之人手段并不高明，在田里搬摔姨母的时候，太过使劲儿，自己手上也受了伤，所以这绳子的一侧才会有血迹。但是你看叶儿，手上并没有伤口，应该是有人故意拿走了柴绳，以便在事情败露的时候，好栽赃于他。眼下连家人脸，谁手上有伤，就是谁干的。这应该很容易翻出来吧？姨母摔倒那天，你是亲眼看见了，所以那天你过来，是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说出实情。是我说出她的名字，还是你来说？什么？我说这几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烙饼啊，这人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是？不对呀，我闺女几斤几两，我能不清楚？哎，给你10个胆你都不敢干这样的事，是不是莲花鼓捣你的？啊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是娘自己说的。你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她？你跟你娘一样实心眼子。你看看那个莲花，你个贱丫头，竟敢拿你当枪使！都是那个莲妈，她整日欺负我，花儿是想帮我，才叫上我一起办三嫂的。好像那个莲妈儿气上一气，可谁知道三嫂这一敲，竟摔得如此严重。你这个缺心眼的丫头，莲花那是拉你垫背呢，她能安什么好心眼儿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呀？
要是被三哥和爹知道了，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？真是水塘娃，钱子多。这个莲花，你可要小心点儿。